大家看这几张照片，这是北京最繁华的地方 CBD。从1998年到2017年，再到现在，你看高楼变多了，马路也变宽了。最近中国30年的变化，全世界都看到了。但是如果你问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你觉得生活变好了吗？会是因为楼变多了吗？可能不是。普通人关心的是民生。什么叫民生？民生是很小很小很碎的事情。比如以前地铁每天开门的时间都一样，但是现在在特殊的节日期间，地铁会延长它的时间，让更多的人可以乘坐。再比如以前的公共厕所很脏很不好，现在变得干净了。这些生活中的小事情非常不容易被看到，但是这一点点的小变化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生活更好了，更舒服了。最近网上有一件事情火了，就是刚刚过去的春运，大家感受到了它的方便。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新闻标题：再不用背着行李下28级台阶。杭州城站2条行李传送带火了，网友点赞，建议全国推广。你来读一遍。新闻里说的是杭州的火车站到地铁站有这么一段28级的台阶，但是这里呢一直都没有电梯。你从火车站出来去坐地铁，只能自己搬着这个行李，一步一步下台阶。现在呢不用了，因为这里的楼梯两边增加了2条行李带，大家不再需要自己搬着行李走下楼梯，而是行李自己就下去了。在刚刚的春节期间，很多的人注意到了这个方便，所以大家纷纷在网上给这个小小的变化点赞，希望全中国都能这样做起来，可以方便更多的旅客。推广就是把这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个方法介绍给更多的人，推广更广大的人群。那火车站的行李带可以让人们不再搬着行李走这28级台阶。我希望用这个频道为你学习中文带来方便，让你在一个中文的环境里慢慢理解，慢慢学会。除了旅行的人方便了，那每一个日常生活的人呢？有什么好的改变吗？让我们来通过第2条新闻标题来看看这几年的变化。把一刻钟生活圈建成幸福圈。你来读一遍。一刻钟生活圈是什么？一刻钟就是15分钟。生活圈呢，是指你住的这个附近要有超市，要有饭馆、药店、健身等等，可以方便人们的生活。想象一下，今天是星期六，早上起来，你和家人出门10分钟，就有一个小的公园，里面有健身器材，可以在这里做运动。
做完运动，走出公园，再走5分钟，就是一个小超市，可以买菜买肉，它的旁边还有个药店。这就是标题里说的一刻钟生活圈。这样一来，生活变方便了，让我们感觉生活在一个幸福圈里。除了生活上的便利，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还有一件事情特别的重要，那就是吃饭。那有什么改变呢？我们来看看第3条新闻标题。我先读一遍，你跟着我读一遍。服务老年人加上班族，海淀这里开放共享食堂。我们先说这个词，共享食堂。共享是一起分享、一起用的意思。食堂就是吃饭的地方，但这个地方它不像饭馆，你可以点菜。在这里呢，是每天会准备好不同的饭和菜，你来到这里吃饭，选择你自己喜欢吃的就可以了。一般我们常见的有学校的食堂，或者一些很大的公司有自己的员工食堂。那这个共享食堂开在哪里呢？前几年为了方便自己住的老年人，让他们能够吃到不贵的饭菜，在社区会准备一个老年食堂，方便住在这附近的这些老年人们。但是最近呢，有了一点点小小的改变，就是这个食堂现在不仅仅欢迎老年人，还欢迎所有上班的、上学的人们。这让食堂火了。上班的人一般都很忙，真的没有时间每天买菜做饭，所以对他们来说，在家门口就能吃饱，还能吃好，真的是太幸福了。今天提到的这3个变化，说它们小，是因为这些变化其实不容易被发现。如果你不去火车站，那你就不知道行李袋有那么重要，对不对？但是这些小的变化呢，确实让我们普普通通的每一个人感受到了生活的幸福。这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个词，民生。真正的民生不是高楼，而是生活中非常琐碎的事情，是你下班累的时候，还有一顿热饭在等着你。你觉得民生重不重要？在你的生活中，最近有没有一点点小的改变，让你觉得生活变得更好了？欢迎评论区写给我。当然，也欢迎你为我的视频点一个大大的赞。下周同一时间，我会继续陪你一起用真实内容把中文读懂。我是 Coach 天，我们下周再见，拜。Learning Chinese doesn't have to be lonely. If you want to learn through real content and keep growing with guidance, you are welcome to my reading club. More details are in the description if you are interested.